近，我的 BB 机收到一位网友的信息，原来他发现有个微型瀑布会不停的蛇形摆动，但此时既没有刮风，水流也未遇到阻挡。那为什么中间突然开始震动，并且振幅越来越大，向两边泼洒呢？正在疑惑时 ，BB 机突然吱哇怪叫。又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，他看到有人给玻璃瓶口蒙了一层纱网，灌水后盖上纸板倒扣过来，缓缓撤掉纸板，发现水竟然被纱网兜住，甚至从网眼向水里插入牙签也不泄漏，令人颇感疑惑。还没等仔细思索 ，BB 机再次怪叫起来，然后离奇爆炸，似乎暗示这两段视频存在某种关联。那么我们就先分析怪异的微型瀑布。一般来说，水从狭缝平缓流出后，能在一定下落距离内保持层流，从而形成稳定清澈的水帘。但我们试想一下，假设层流水帘保持匀速下落，那么在其中放一个摆动的导流片，只要轻轻震动不破坏层流，就可使水帘出现波动。仔细观察下行的波，发现在任意时刻的波峰和波谷处，水帘的表面张力正好具有最大的水平侧向合力，这迫使水帘里的水流向回正方向偏转。因此，水帘匀速下落时，由于振动能量不断损耗，波浪的振幅就会在表面张力的约束下不断收敛。由此可见，要制造水帘波浪，首先要有震源，而让波浪振幅增大，水流就必须有更多动能来抵抗表面张力的束缚。据此再来看网友拍的视频，虽然这是 BB 机拍摄的画质，但还是能隐约看到出口处的水面有轻微波动，原来是狭缝内的水流走到出口边缘时，会被壁面的粘性力束缚而复壁下落，造成出口流速减慢，狭缝内水位升高，于是水力波增大，流速提高，水具有更大动能摆脱粘性力束缚而分离。此时排水速度突然增大，又使水位降低，流速变慢，导致水流无力分离而继续复壁流动。因此，狭缝的水位起伏和出口的水流间歇分离交替发生，使出口处的水帘周而复始波动起来，变成了震源。由于此时水帘下落距离较短，速度较慢，使表征水流惯性力和表面张力之比的无量纲数叫做韦伯数，其数值很小，说明水帘的惯性力还无法和表面张力抗衡。于是，在一定下落距离内，水帘的波动形态主要受表面张力制约，使得振幅变化并不明显。但韦伯数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，与表面张力系数成反比，因此水帘在下落到一定高度时，韦伯数就会升高到临界值，使得波浪形态转而以惯性力为主导。于是水流发生转向时，增强的惯性力开始压制表面张力，推动波浪的振幅发散外扩。那么随着水帘加速下落，韦伯数会很快增加到远大于1，使表面张力的影响忽略不计，这样水流就彻底挣脱了波形的约束，向两侧分裂抛洒。可见韦伯数越小，表面张力对水流运动的影响就越显著。据此，有人想到一个实验，给瓶口蒙上纱网，灌上大半瓶水，然后用纸板堵住瓶口，将其倒置过来，等水面稳定后缓缓抽离纸板，此时下沉的液面使收敛型瓶底腾出更多空间，导致上部空气出现些许负压，但并不足以吸起水的重量。观察瓶口发现，原来是底部的水面以纱网作为支撑框架，从细小的网眼向下形变鼓出，正是这些微小的鼓出水面，依靠表面张力向上的合力，拖住了上方的水。此时轻轻晃动瓶子，就会发现水柱在微弱震动时，由于韦伯数十分微小，导致其惯性力无法与表面张力对抗，因而不能撑破水膜向下泄漏。同理，随便从某个网眼插入牙签，此网眼所支撑的微小形变水面，都能靠表面张力继续托举上方水的重量。由此可见，表面张力只是在水流弱小时颐指气使，一旦水流变得强大，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